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震撼心灵的书籍《恶意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东野圭吾，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日本推理小说作家，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、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观察而闻名。他的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也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恶意这本书就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精准地剖析了人性中最黑暗、最隐蔽的部分恶意。它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揭示了恶意是如何在人们心中滋生、蔓延，并最终导致毁灭性的后果。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精彩的故事情节，更在于它能让我们深刻地反思自己内心的黑暗面，审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，以及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。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？为什么有些人会毫无理由地讨厌你、伤害你？是怎么让一个人心中充满恶意，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毁灭他人？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，一起走进恶意的世界，去探寻人性的深渊。关于恶意的定义与表现形式，在《恶意》这本书中，东野圭吾并没有给恶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但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情节，向我们展示了恶意的多种表现形式，从无端的嫉妒、怨恨到恶意的诽谤、陷害，再到残忍的暴力和谋杀。恶意就像一个无形的恶魔，潜伏在人们的心中，随时可能爆发出来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恶意可能源于多种因素。首先是嫉妒心理，当一个人看到别人拥有他所渴望的东西，如财富、地位、爱情等，而自己却无法得到时，就容易产生嫉妒心理。这种嫉妒心理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化解，就可能转化为恶意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野野口修对日高邦彦的嫉妒就是恶意产生的根源之一。日高邦彦是一位成功的作家，而野野口修却一直怀才不遇。这种巨大的差距让野野口修心中充满了嫉妒，最终酿成了悲剧。其次是自卑心理，自卑的人往往对自己缺乏信心，觉得自己不如别人。当他们看到别人比自己优秀时，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威胁。为了摆脱这种压力和威胁，他们可能会选择通过贬低、伤害他人来提升自己的自尊心。这种恶意往往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，但却是极其有害的。最后是仇恨心理，仇恨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，它会让人失去理智，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。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仇恨时，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报复对方，即使这种报复行为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巨大的伤害。在恶意中，野野口修对日高邦彦的仇恨就是恶意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这种仇恨源于过去的种种恩怨，以及野野口修内心深处的自卑和嫉妒。了解恶意的定义与表现形式，以及其背后的理论原理或逻辑，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、预防和化解恶意都具有重要意义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识别自己内心的恶意。当我们感到嫉妒、怨恨、愤怒等负面情绪时，要及时的进行自我反思，审视这些情绪的来源，并尝试用积极的方式来化解它们。例如，当我们嫉妒别人的成功时，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一种动力，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识别他人内心的恶意。当我们发现有人对我们怀有恶意时，不要轻易的与其发生冲突，而要冷静的分析其背后的原因，并尝试通过沟通、协商等方式来化解矛盾。如果对方的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可以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。最后，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充满善意和爱的社会环境。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，对他人多一些宽容和理解，多一些关爱和帮助。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善意待人时，恶意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，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关于恶意的根源，在恶意中，东野圭吾深入探讨了恶意的根源。他认为，恶意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、个人经历以及人性的弱点等都是导致恶意产生的重要因素。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一个充满争吵、暴力、冷漠的家庭环境，容易让孩子的心灵受到创伤，从而产生自卑、恐惧、愤怒等负面情绪。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化解，就可能转化为恶意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野野口修的童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母亲对他非常严厉，经常对他进行打骂，这让他从小就感到自卑和恐惧。这种自卑和恐惧在他长大后逐渐转化为对日高邦彦的嫉妒和仇恨，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。社会环境也对恶意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在一个充满竞争、压力、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中，人们容易感到焦虑、迷茫、无助。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缓解，就可能转化为恶意。例如，在当今社会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，人们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
这种激烈的竞争容易让人产生嫉妒心理，从而引发恶意行为。个人经历也会对恶意产生影响。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重大的挫折、打击、创伤，如失恋、失业、亲人离世等，就容易产生绝望、愤怒、怨恨等负面情绪。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和化解，就可能转化为恶意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日高邦彦的某些行为可能触动了野口修内心深处的伤痛，从而引发了他的恶意。此外，人性的弱点也是导致恶意产生的重要因素。人性的弱点包括贪婪、自私、懒惰、虚荣等。这些弱点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自我中心的状态，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和感受，而忽视他人的利益和感受。当这种自我中心的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，就容易引发恶意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野口修的贪婪和虚荣也是他产生恶意的原因之一。他渴望得到日高邦彦的财富和地位，但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最终选择了通过恶意的方式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了解恶意的根源，对于我们预防和化解恶意具有重要意义。首先，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。家长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、温暖、和谐的家庭氛围，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、理解和尊重，让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成长。同时，家长也要注重自身的修养，以身作则，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。其次，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。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的治理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同时，我们每个人也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共同营造一个充满善意和爱的社会氛围。再次，我们要学会正确的面对挫折和打击。当我们遇到挫折和打击时，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，勇敢地面对困难，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、倾诉、参加体育锻炼等方式来缓解压力，释放负面情绪。最后，我们要努力克服人性的弱点。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要被贪婪、自私、虚荣等负面情绪所左右。我们要以一颗善良、宽容、感恩的心去对待他人，多一些关爱和帮助，少一些指责和抱怨。3. 关于恶意的危害。在恶意中，东野圭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恶意的巨大危害。恶意不仅会伤害他人，也会毁灭自己。它就像一个毒瘤，侵蚀着人们的心灵，破坏着社会的和谐。恶意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。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恶意时，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伤害对方，无论是言语上的攻击、诽谤，还是行为上的暴力、陷害，都会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损失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野口修的恶意行为给日高邦彦及其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，不仅毁掉了日高邦彦的事业和声誉，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恶意对自身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。首先，恶意会让人陷入一种负面的情绪状态，如愤怒、怨恨、恐惧等。这种负面情绪状态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，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。例如，长期处于愤怒和怨恨状态的人，容易患上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疾病。其次，恶意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，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。例如，在恶意中，野口修因为恶意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从社会层面来看，恶意会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当恶意行为频繁发生时，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。例如，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，一些人因为恶意而对他人进行网络暴力、人身攻击等行为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。认识到恶意的危害，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控制恶意的重要性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当我们感到愤怒、怨恨、嫉妒等负面情绪时，要及时地进行自我调节，避免被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。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、冥想、运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，释放负面情绪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宽容和谅解。当我们受到他人的伤害时，要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，并尝试用宽容和谅解的心态去对待对方。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矛盾，也可以让自己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。最后，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我们要从自身做起，遵守社会公德，遵守法律法规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恶意行为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积极地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为他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共同营造一个充满善意和爱的社会氛围。4. 关于善意的力量。与恶意相对的是善意。在恶意中，东野圭吾也向我们展示了善意的巨大力量。善意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，它能够化解矛盾，治愈创伤，传递爱与温暖。善意是一种人性中美好的品质，它源于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人性的追求。善意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，如关爱、帮助、宽容、尊重等。当我们以善意待人时，会让对方感受到温暖和关爱，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
善意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情绪，如快乐、满足、幸福等。这些积极情绪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。例如，在一些研究中表明，经常做好事的人，往往比那些不做好事的人更快乐、更健康。善意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当善意行为在社会中广泛传播时，会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，从而减少恶意行为的发生。例如，在一些慈善活动中，人们通过捐款、捐物、志愿服务等方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种善意行为不仅让受助者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，也激发了更多人参与到慈善活动中来。利用善意的力量，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关爱他人。关爱他人是善意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。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如关心朋友、帮助邻居、照顾老人等。当我们关爱他人时，不仅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温暖，也可以让自己收获快乐和满足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宽容和谅解。宽容和谅解是善意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。当我们遇到他人的误解、伤害时，要尝试用宽容和谅解的心态去对待对方。这样不仅可以化解矛盾，也可以让自己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。最后，我们要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。社会公益活动是传递善意的重要途径。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自己的公益活动，如捐款、捐物、志愿服务等。当我们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时，不仅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，也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。通过对恶意的深入解读，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也对恶意和善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恶意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。它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内心的恶意，努力培养自己的善意，用爱和宽容去对待他人，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用善意去化解恶意，用爱去温暖世界。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美好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：有些人的恨是没有原因的，他们平庸，没有天分，碌碌无为。于是你的优秀、你的天赋、你的善良和幸福都是原罪。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，不要被恶意所吞噬，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充满善意的人，用我们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朋友们，行动起来吧！让我们一起拥抱善意，摒弃恶意，为构建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社会而努力奋斗。